2022年6月，湖南草地研究中心在浏阳市休耕的旱地发现了一片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大豆群落。经过湖南农业大学农业学家的鉴定，确认这些大豆并非人工种植的品种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生种群，即豆科蝶形花亚科大豆，属一年生缠绕草本植物。学名说起来有些拗口，所以大家一般简称为野大豆、山黄豆、野毛豆等。可别小看这一粒小小的豆子，它可是国家2级保护植物，被列入了中国稀有濒危植物红皮书，并且此次湖南野大豆的发现，意味着中国或将逆转大豆长期被欺压的局面。它的背后暗藏了中美2个粮食大国近几十年的较量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除去湖南浏阳地区外，在早些时候的11月，河北省衡水市也同样发现了野大豆的踪影。它们分别位于蜈蚣渠岸边、阜阳河衡水市区段岸边和植物园3个地区，总规模达到了250平方米。按照两地农业学者的研究，湖南和河北这2地的野大豆大概率是飞来的。通俗地说，就是有飞鸟吞食了野大豆种子后，再飞行到此地排出的。最好的证明就是在这些野大豆发现地的附近，都存在着不少候鸟栖息地。比如河北野大豆距离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很近，这意味着不少鸟类都可能飞达这一区域，进而也就为种子的排出提供了契机。同时，这些野生大豆植株并不高，普遍在40至50厘米之间，相当于人工种植品种的1半高度，而且它们的口感和亩产量也完全无法与人工品种相媲美。若大豆种植户想靠栽种野生品种盈利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不过，就是这种看似一无是处的野大豆，却能让一众农业学家倍感惊喜，因为这些野大豆就是中国农业的希望。看到这儿，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，为什么如此不适合栽种的豆种还会成为希望呢？事实上，这个问题本身是合理的，因为野生大豆从本质上来说就不是用来栽的，而是用作基因研究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清楚，现代人工种植的大豆之所以能拥有惊人的亩产量和生长速度，其原因就在于基因培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农业学家对作物的基因进行了筛选和融合，剔除了其中不利于生长的因素，然后又加入易于产量提高的基因，这才生成了所谓的人工品种。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过于科幻，但实施起来还是比较接地气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那就是香蕉的培育。要知道，野生香蕉其实根本无法正常食用，不仅味道酸涩，而且果肉中含有大量果糊，以至于早期人们都认为香蕉叶比香蕉还有用。直到法国博物学家尼古拉斯·鲍定在东南亚地区发现了一种果肉硕大的香蕉，并将其移至法国进行培植后，这才终于改变了香蕉的困境，让香蕉正式成为了一种水果。而这种模式在大豆身上也是一样的，中国古人就是靠不断找寻野生豆种，并从中挑出一些具有优质特质个体的方式，再通过后期的精心培养，从而产出更多更好的大豆。也正是这种培植，使得人工培育的大豆与野生大豆的区别越来越多。按照现有的数据来看，数千年的人工培育已经让大豆丢失了近70%的原生基因，人工豆和野生豆的差别已经非常大了。不过，这种巨大的差异也赋予野生大豆一项新的职能，那就是基因库作用。这主要是因为人工培植大豆由于单一的繁殖，使得它几乎没有变异进化的可能，栽种10几年都不会出现改变。这种属性往好的说叫做基因架构稳定，但若是遇到虫害或干旱时，这就是坐以待毙的行为。毕竟人工豆种并不会适应进化，只能在灾害中走向消亡。然而野生大豆就并非如此了，这些逃逸在野外的大豆会借助各种渠道将自己的种子带向各地，以此来进行类似多渠道的相互杂交，这让它们能够发生变异，并因此进化出各种对抗灾害的能力。另外，人工大豆和野生大豆的差别虽然很大，但它们的科属还是相同的，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生殖隔离，能够进行基因的移植。所以要是能够找到野生大豆，那也就找到了改善人工大豆的方法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当年就是用这种办法重创了中国的大豆业，致使中国从大豆出口国沦为了进口国。19世纪末，当时中国还处于晚清时代，整个国家都处于动荡之中。远在北美洲的美国，在经过一番筹备后，从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大豆种，并借此完成豆类的自产，甚至还能够出口，为美国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。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时，一种名为大豆包囊线虫的寄生虫却几乎摧毁了整个美国大豆业，豆田成片成片的枯萎，损失极为惨重。为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，美国再次派人到中国取经。当时中美关系还未破冰，所以美国农业专家是以香港为跳板，找到了一种原产东北的大豆种。这种大豆常年与寄生虫对抗，已经进化出抗虫基因。美国当即将这种基因移植到美国大豆上，以此救活了整个大豆种植业。可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，豆油和豆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，大豆的榨油逐渐成为了一个主流行业。然而，当时的美国大豆含油量并不高，这让大豆行业的利润一直未能提高。而在先前寄生虫破局思路的影响下，美国又一次将目光转向了中国。2000年，中美关系已经处于正常化，一家名为孟山都的美国农业公司便以考察为由，开始在北方大地对大豆豆种展开了细致的研究。历经一番考察后，孟都山公司从上海野大豆的样本中发现了高产性状密切相关的 DNA 序列。上海野大豆是一种含油量极高的野生豆种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口感不佳。但在美国农业团队的努力下，他们完成了野生豆种和美国大豆的融合，创造出一种含油量高且口感极佳的新型大豆。不过，美国这一次并不同于前2次，他们似乎已经受够了到中国取经的模式。为此，美国选择对华出口新大豆，还默许中国农民种植这些新的豆种。这一系列的操作让中国的榨油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。在巅峰时，国内的榨油企业一度高达3000余家，体量非常恐怖。眼见中国已经逐渐依赖大豆，美国的丑恶嘴脸也就开始浮现出来了。孟都山公司向包含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了该项国际专利，这意味着所有携带这份标记基因的大豆，无论是野大豆还是栽培大豆，以及连转基因食物都不许使用该基因序列。这一番声明使得国内的大豆种植遭受到极大的打击，在种子的选择上，许多农户都犯了难，使得产量逐渐走低。不过这还没完，中国在大豆上吃过最大的亏，还要当属2004年的大豆风波。当时在美国大豆上市的1个月前，其农业部官方宣称，由于天气原因，大豆库存降到20年来最低点，并且今年将不再增加产量。消息一出，大豆价格顺势被疯狂炒了起来，从每吨2300人民币飙升到了4400元，甚至在中国的价格还一度高达6000元一吨。在如此恐慌的氛围下，中国油商纷纷出海，抢购了近1000万吨大豆。然而，就当油商们满载而归，还在海上漂的时候，美国却又戏剧性地公布天气问题是误判，预计将进一步增产大豆。而国际炒家们也早就得到了消息，提前疯狂抛售大豆。因此，中国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大豆价格一路又跌到2200元人民币，最终可谓是损失惨重，数额高达100多亿。美国资本也趁此机会收购了国内大量破产豆油企业，几乎控制住了整个市场。由此，该事件也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。那么，如何才能真正意义上摆脱对美国大豆的依赖，提高国产大豆自给率呢？这个时候，野大豆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相比于普通大豆，野大豆具有耐盐碱、抗病等优良性状，它与大豆是近缘种，因此在农业育种上可以利用野大豆进一步培育优良的大豆品种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湖南当时气候春夏高降雨，夏秋长期干旱，而这片野大豆能旺盛生长，离不开它的苗期耐自、成熟期耐旱的特性。这对后续开展抗性基因挖掘和新品种选育等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